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人生浮浮沉沉，有顺境也有逆境，命运线就像人生的道路，它代表了一生事业成就的变化。运气好坏和感情、婚姻、灾祸对命运所产生的影响，我们要知道吉凶祸福，除了观察命运线之外，必须再配合其他长线、长丘做综合判断。预测吉凶祸福的时间点，可以从命运线的流年测算法来推算。不过，因为每个人的长线高低不一样，流年测算法测算的首相年龄是大概的年龄，不一定准确，一般会误差到3到5岁。在知道吉凶祸福后，好的我们继续努力，不好的我们再来想想规避灾难的方法，让自己能平安的过日子。这也是我们观看首相真正的目的。命运线它是生活变化上很好的指标，命运线的起点不同，它们就有不同的含义。在上个单元我们知道了命运线是朝向中指指跟土星丘的长线，它的起点位置有的在手掌地丘的部位，有的起点位置是从金星丘出发，或从生命线上月丘出发。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问，命运线的指向位置一定是在中指的方向吗？其实命运线大部分的指向位置是在中指的方向，有少数是指向其他的掌丘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就要先从命运线的起始位置来说明。以下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命运线的起点位置和意义。命运线的起点位置和意义：一、起点在手掌下方地丘上的命运线，这是表示得不到他人的帮助，必须靠自己努力和能力赚钱。虽然小时候生活环境不错，衣食无缺，还是会努力向上，展现自己的才能，开创未来。在人生旅途中一帆风顺，事业成功，中年以后也可以有好的发展。二、起点在手掌下方地丘上低的命运线，起点低的命运线是代表有机会到国外读书，或是很早出来社会工作，或半工半读，也有可能是没办法读书，因此辍学，很早出来社会工作。三、起点高度在中间的命运线，代表学历比较高，可能到大学或以上的学历，完成学业后才出来工作。有的情况是不想工作，懒散，没有目标，这个部分需要再观察其他条件再做判断。四、起点在金星丘的命运线，金星丘所代表的是家人近亲，所以从金星丘生出上升的命运线是会受到长辈或家族的影响，可能是继承长辈的事业或遗产地位，受到家人近亲的庇荫，对于精神和经济上的帮助才能成功，例如家族企业、星二代等等。在婚姻方面，也可能会因为婚姻关系得到很大的帮助，例如娶了某个企业的千金，因为裙带关系才能得到成功，也容易受到配偶或异性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一生。这里所指的是大部分，也有少部分是不受他人帮助，是靠自己而赢得成功的。这方面就必须综合其他掌纹、手型、手指等条件来推敲了。五、起点在生命线上的命运线，这条线又叫做努力线，意思是没办法得到别人的援助，一切都要靠自己。有可能是这个人因为家庭因素或家境贫寒，没有好的家世、学历，因此不会期望得到父母的援助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离开父母，很早就踏入社会，有很强的独立心，朝着自己的目标全心全意努力，真真实实是靠自己的辛苦努力开创人生道路，最后终于成功。提到生命线上的这条努力线，我在这里跟各位好朋友提醒，要特别注意另一种长线。这一条长线与生命线上的这条命运线非常类似，两者容易混淆。这一条线叫做灾害线，是很罕见的线纹，看字面的意思就知道它是一种不祥的象征。当这条线出现时，有可能会遇到灾病及事故，因此叫做灾害线。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线纹。
不过我们用另外的角度来想，却是非常有用的线，因为它的出现提示了可能即将发生的灾难，让我们能够准备规避灾难的方法。那我们该如何来区分这两种线纹呢？以下樊晨居来跟大家说明如何来区分这两种线纹。灾害线之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命运线，是因为灾害线和命运线的外观和形状相似，因此一开始很容易将这两条线混淆。其实这两者各有不一样的特点，我们只要注意它们的起点特征，就比较容易区分了。灾害线的起点位置是在中指根部的土星丘，同样在土星丘观察的话，灾害线比较粗，命运线比较细。灾害线前端很粗，越往下越细，这是跟命运线很不同的地方。灾害线的长短、粗细、深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，这条线主要是表示意外事故、灾害、大病，并不是人际关系所引起的麻烦。如果灾害线长、清晰、深刻，就表示这条灾害线对这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。这条灾害线如果它到达了生命线，就有可能危及生命。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，就要尽量避免危险的活动和注意身体健康。6. 起点在月丘的命运线。起点在月丘的命运线又称为人气线，也是朋友的辅助线。它的意思是靠朋友、群众或异性和他人的提拔帮助，扩展了自己的运势，很适合从事与陌生人接触的工作，因为他们个性开朗，待人态度好，很有魅力，因此有好的人缘，在职业生涯中能受到众人的喜爱。例如像电影明星、演员、歌星或其他公众人物，这种人气线也是演艺人员、开店做生意的人很想拥有的线条，因为有好人缘可以帮助事业成功，有好的人气才能吸引顾客，生意才能兴旺。所谓的人缘是很容易有变化的，因此这种命运线要依照变化来判断盛衰期。在婚姻上也容易受到异性缘盛衰期的影响，而容易有多次的婚姻。7. 起点在小指下感情线下方，是表示虽然从小家庭贫困，凭着自己努力上进，到中年时期会有所成就，不过因为个性急躁，不适合做精细的工作，比较适合不常动脑筋的专业技术工作，这样才能有所成就。8. 起点在地丘延伸到小指下智慧线下方，是表示要注意中年时期与妻子感情不睦，发生婚姻问题，也会因为朋友或部属有问题而耗尽钱财，导致事业失败。9. 起点在第一火星丘，是表示个性较为急躁、冲动、易怒，头脑比较简单，不会策划谋略，做事3分钟热度，工作不能长久，事业婚姻都不顺利。10. 靠近生命线的命运线，因为起点接近生命线，看起来好像是从金星丘内上升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部分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多半能继承事业或财产，是靠着近亲发达的手相。因为近亲的影响力无法支配他的一生，所以也只是衣食无缺，并不会有太大的成功与成就。11. 起点在地丘延伸到金星丘下方，这是表示小时候健康不佳，与父母亲兄弟不和，很难有所作为。12. 命运线的位置不同，代表了不同年龄的职业生涯，也提示了事业的成功或衰败。1. 命运线从地丘走到智慧线下方停止，这时候是表示走的是青年运，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平顺，有很好的机遇，不过到中年会碰到逆境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。如果年轻时有打下基础，中年就不会那么劳碌。2. 命运线从地丘走到智慧线停止，在智慧线这条线停止，是表示35岁开始中年运会比较不好，虽然聪明有企图心，会有好的表现，但是遇到阻碍无法克服，决策错误而失算，事业方面不顺，婚姻也不顺。3. 命运线从地丘走到感情线停止，
表示这个人因谈恋爱或婚姻问题、桃色纠纷而导致事业失败、婚姻不美满，陷入人生低潮。不过如果有成功线，那就有机会反败为胜。4. 命运线从智慧线走到感情线停止。上下没有命运线的线纹，是代表年轻时候和老年时都会遇到困境，运势集中在35岁到55岁之间的中年时期，所以在中年阶段生活顺利，在年轻的时候很辛苦，有实力，但运势扩展不开来，又碰不到好的机缘，得不到帮助。虽然努力投入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培养，而因为个性比较情绪化，往往不能长久。如果有成功线的话，就能够得名，但没办法得利。老年时期生活尚可。5. 命运线从智慧线上升，越过感情线。智慧线下方都没有命运线，是代表年轻的时候尝遍辛苦磨难，从35岁开始步入顺境，能施展自己的才能。建议年轻时期多培养自己的能力，耐心等待时机，一旦运势进入顺境，就能得到贵人相助，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。能否成功，需要观察智慧线的形状和其他条件再做推敲。6. 命运线从感情线走到中指下方，是表示从年轻的时候到中年时期为止，于公于私都会劳碌，才能得不到施展，遇到挫折容易灰心丧志。在50几岁左右能找到自己热爱有兴趣的事，在这个时候也才能摆脱公事私事这两方面的劳苦。50几岁以后运势大开，到晚年才能享受悠游自在的生活。13. 有2个起点的命运线。1. 同时起点在火星平原上，在智慧线下汇合成一条到中指下，这是表示在智慧线下方汇合点的附近会受到第三者的强烈影响，是吉或凶，就要根据上升长线的发展来判断。确定的是要靠自己发奋努力才会有成就。2. 一条在生命线上，一条在火星平原，也在火星平原汇合成一条到中指下，是表示这个人不断努力向上，因此开过自己的好运。汇合点的地方就是转好运的时期，这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就的掌纹。3. 一条起点在金星丘，一条起点在火星平原，是代表这个人与至亲的关系很淡薄，小时候可能父母亲离婚或很早过世，家道中落或成为养子，小时候就有很多磨难。命运的好或坏，在汇合点后为转运的时期，以后的一切就要看自己的努力。4. 一条起点在金星丘，一条起点在月丘，这2条线的起点位置都是增强金星丘和月丘的意义，是表示生活怠惰的长线，意思是这个人爱幻想、爱做梦，缺乏实行力，即使成功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实行力成功的人。是否成功，要在汇合点后视为转变时期。14. 命运线末端没有指向土星丘的位置和意义。1. 命运线末端指向木星丘，木星丘代表有领导地位，能掌握权力，擅长管理，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因为权力行使得宜，一生可以享受荣耀与名声。2. 命运线到达土星丘，呈现弧形指向木星丘，是代表这个人虽然在年轻中年时期很努力，也很能吃苦，但却难有成就，要到晚年才能达到自己的愿望。3. 命运线末端指向太阳丘，表示这个人有艺术天分，朝艺术方面发展，能获得财富，会有所成就。4. 命运线末端指向水星丘，表示这个人有商业头脑，精于商业投资，很有成功的机会。好朋友，命运线它表现的是一个人命运的起落，但是我们不能只以一条命运线来判断运气的依据，应该要配合生命线、智慧线及感情线等主线来加以判断。
在下个单元，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命运线的形态和分支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谢谢你的观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和订阅频道。订阅是免费的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个通知你，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拜拜。